谁说奈克瑟斯没有神回？第19集要激战，就是我心目中奈克瑟斯的神回，因为从来没有一部特摄剧会让我对于一个仅出场几分钟的路人肃然起敬，热泪盈眶，即使付出生命，也要揭露那些不为人知的真相。这也许就是基石准的人格魅力，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无数同行者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光是纽带，它不仅是在势能者之间传承，而是每一位参与其中的亲身经历者。屏幕前的你我亦是如此。而这个故事的起因，紧接着奈克瑟斯击败加鲁贝洛斯后，基石准拖着重伤的身躯刚要离开，七条指却再次将枪口对准了他。在他看来，基石准和沟吕木一样，都与异身兽相差无异，但这次队长及时阻止了他，因为队长明白，在经过这么多的共同战斗后，奥特曼已经是人类的伙伴。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山区中再次出现了异身兽，几名游客在瞬间就成为了异身兽的口粮。队长也收到了石窟发来的讯息，随后他邀请基石准共同战斗，但基石准并不相信 TLT 这个组织，原因也很简单，基石准之前所做的就是揭露世间的真相，而 TLT 现在所做的则是隐瞒真相。虽然双方都在消灭着异身兽，但基石准的心中仍然有着未解开的心结。随后，基石准乘坐着十之翼再次奔向了战场，队长一行三人也赶往了目的地。但是众人虽然能够探查到异身兽的波动，但并未看到异身兽的身影。此时一阵声响再次让众人警惕起来，只见异身兽的身影在山间缓缓现身，这正是有着相位移动能力的格鲁格莱姆。他可以通过背部的发光水晶使自己透明化，转移到别的空间中去，所以夜袭队根本无法追踪到他，当然也无法进行攻击。也就在这个时候，奈克瑟斯再次出现了，看来基石准根本没有做过多的休息。战斗开始之后，双方便展开了僵持之势，但异身兽有着伸缩自如的管状器官，他似乎看准了奈克瑟斯左臂的伤，用嘴巴一直捶打在伤口之处。奈克瑟斯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重重击退，尚未恢复的伤势使他的战力大打折扣。在几番交手下，奈克瑟斯也无法讨到一点便宜。此时格鲁格莱姆再次施展相位移动能力，虽然能够看得到他，但奈克瑟斯根本无法攻击到他。但很快奈克瑟斯做出了应对之策，在变身为红色青年形态后，直接开启了梅塔领域。在领域之中，格鲁格莱姆的相位移动能力完全失效。为了尽快将其击败，奈克瑟斯开启了疯狂进攻模式，在一把将其甩飞后，直接开始释放层叠风暴。按照正常逻辑来讲，奈克瑟斯可以说天克格鲁格莱姆，但没想到臂伤的加重使奈克瑟斯无法释放出必杀技，格鲁格莱姆也趁机对其展开了攻势。此时身体的高负荷使奈克瑟斯达到了极限，计时器开始不断闪烁起来，已经没有足够的能量抵御住格鲁格莱姆的近距离突击，甚至直接被其顶出了梅塔领域，梅塔领域也随之消失，战况岌岌可危。但格鲁格莱姆将奈克瑟斯顶飞之后，并没有进行补刀，反而朝着反方向离开了。而奈克瑟斯本想进行追击，但身体已经无法再支撑住，直接消失在了原地。此刻夜袭队也发射导弹进行攻击，但格鲁格莱姆再次施展相位移动能力，不但导弹全部落空，格鲁格莱姆也消失不见了。众人也是头一次遇到了如此棘手的情况。此时基石准再次进入十之翼疗伤，被加鲁贝洛斯咬伤的左臂虽然没有明显的伤痕，但也有着残存细胞抑制着伤势的恢复，加上不断高强度的作战，使得基石准的身体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这也导致十之翼直接坠落了下去。这时山间正有三人在拍摄着户外写真，分别是模特七夏、摄影师宝吕草以及助手润平。有看过假面骑士的应该会对几人比较熟悉，这三人也造就了本集的神回。在拍摄时，七夏不经意间看见了十之翼坠落的一幕，在一番寻找下终于发现了昏迷的基石准。宝吕草在看到他的正脸时，一眼认出了他就是基石准，但此时也并未多想，三人先将基石准背离了此处，并未发现草丛后方受损的十之翼。因为离市区较远，三人也只能先将基石准安顿在一间旅馆中。这个时候的夜袭队也在部署着作战计划。虽然异身兽格鲁格莱姆有着相位移动能力，但预知者已经有了相应的对策，专业名词就是因为本身异身兽就有着强烈的震动波，因此不用担心找不到它，因此只需破坏它背部的水晶，就能破解它的相位移动能力。预知者将两座高压铁塔改造成扫描脉冲的增幅器，并用100万加农切斯特发射此前推算梅塔领域相位的扫描脉冲。当格鲁格莱姆经过两座铁塔之间时，将扫描脉冲增幅到最大威力，就能把格鲁格莱姆的相位水晶直接撑爆。这个时候，再用100万加农大炮一举消灭异身兽，
但是孤门问出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而预知者给出了一个令夜袭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答案。因为异生兽需要捕食人类，而作战区域的前方正有着10万人口的城市，那么只要不发布避难通知，就能保证格鲁格莱姆从作战区域中通过。因此如今只需撤离作战区域的市民就行。可以说整个作战计划有点孤注一掷了。然而夜袭队众成员不知道的是，为了让格鲁格莱姆100%通过作战区域， TLT 并没有将作战区域中的市民撤离，因为 TLT 将该区域的200号人当做了异生兽真正的诱饵，牺牲这200号人来保全城市中的10万人口。这种牺牲少数保全多数的做法，在本剧中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了。这也体现了 TLT 这个组织的绝对理性。在地球的存亡面前，也许这就是最稳妥的计划。但十分巧合的是，基石准和堡垒草4人正好处于作战区域内。3人本想为基石准叫救护车，但通讯系统以及供电设施早已切断，4人也被困于此处。此时时间已到夜晚，望着昏迷的基石准，堡垒草也说出了为何会认识他。作为一位资深的摄影师，虽然心怀抱负，但如今的堡垒草面对平庸的工作已然感到麻木。可当他第一次看到基石准拍的照片时，却被深深的震撼了。あんなにも力強く真実を伝えられる。それを教えてくれたのがこの人の最後の写真だ。目的が見えたような気がしたんだ。虽然只有简短的几句话，但无不体现出基石准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他去战区拍摄的战场残酷真相，影响了多少的摄影者？此时作战区域内，夜袭队已经做好了充足的战前准备，而格鲁格莱姆也已经悄悄地进入了扫描脉冲的辐射范围内。虽然进化信赖者开始发出预警，但此时基石准依然处于昏迷状态，足以可见他的伤势有多么严重。随着格鲁格莱姆慢慢进入铁塔中央后，孤门按下了扫描脉冲的增幅器按钮。果然，异生兽的真身缓缓从2座铁塔中出现。剧烈的声响也引起了堡垒草3人的注意。望着远处忽闪忽闪的光亮，堡垒草以为基石准是来拍摄照片的。此刻的他似乎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就是用手中的相机去揭露真相。他拿起相机就往那片区域赶去。此时夜袭队和格鲁格莱姆的博弈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随着扫描脉冲的不断增强，格鲁格莱姆背部的水晶终于被摧毁。成功です。移送回路制御機関破壊を確認。そうか。背中の爆発した箇所が。ジェネレーター冷却開始。マニシャ発射可能温度まで90秒。不等百万加农切斯特的冷却 CD， 格鲁格莱姆直接朝着切斯特攻来，切斯特只能飞向空中躲避。但没想到格鲁格莱姆坚硬的外壳让发射的导弹全都吃了闭门羹。此时堡垒草来到了一处空旷地带，切斯特对战异生兽的场景完完整整地映入了堡垒草的眼前。可以想象这一幕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是有多么的震撼啊！但堡垒草立马拿出袋中的相机开始拍照，这个世界的真相全都被堡垒草手中的相机记录其中。这时七夏和润平也赶到了这里，面对不断逼近的怪兽，两人呼喊着堡垒草赶紧逃命。お前ら逃げろ！君は今度は俺の番だ。俺の写真が伝えるんだ。誰も知らない真実を。此时百万加农大炮的冷却终于完成，准备给予格鲁格莱姆最终一击。正当目标锁定时，孤门发现了就近还有人员存在，这也震惊了队长。难道并没有撤离作战区域的市民吗？此刻堡垒草似乎沉浸在了拍摄中，丝毫不注意异生兽已将目标对准了他。本集在此刻迎来了结束。纵观整一集，可以说表达的内容相当之多，每一位人物都在不同的立场中承载着超出剧情本身的象征意义。有 TLT 牺牲小部分人的绝对理性，也有基石准不顾自身伤势决战异生兽的决心。但最让人动容的就是堡垒草，他在基石准身上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他继承了基石准的梦想，向死而生，最终用生命记录了世界的真相。光是纽带在这一刻得到了完美证明，这也是我将其视作神回的缘由。那么堡垒草拍摄的真相真的会公之于众吗？我们下集再见。